但人为什么要学习啊？事情是这样的，我小女儿今年上4年级，2年级起就总说不想上学。我也请学校心理老师跟她聊过好几次，后来老师跟我说，你家孩子挺好，没啥问题。他不想上学，就跟大人不想上班一样，谁想上班啊？是吧？是也不是，是也不是。你看我就喜欢上班，是吧？我昨天刚上完，今天又上，这应该怎么解释呢？我也很喜欢学习，你没想到吧？我也很爱学习，但是我也不爱上学的那种学习。但我平时就是很爱学习，奇妙不奇妙？虽然得知孩子没有心理问题，我挺高兴，但是这几年来他仍然坚持抱怨不想上学，甚至有几次我不得不让他在家休息一天。说来荒诞，我其实特别爱学习，特别享受汲取知识的快乐和领悟的幸福。你看，但我学的都是我想学的。对啊，我也是这样啊，所以我没法用我的经验去说服孩子去学校学他不想学的东西。最后我的问题是如何向孩子解释为什么要学习，尤其是为什么要学习他不喜欢的东西。真的很不想用家长的权威去逼迫他上学，希望他能产生自驱力，知道你没有孩子，也不想要孩子，是不是就是为了躲开这样的时刻呢？没想到你还是躲不掉吧？如果念信了，我会把切片放给女儿看的，让她一边吃牛脆脆一边看。孩子，我小时候也不爱学习啊，孩子正在吃牛脆脆的孩子正在看的这个小朋友，我小时候也不爱学习啊，很正常，很正常，非常正常。还有呢，没了，很正常。童年很快就过去了，孩子。多吃点牛脆脆，糊弄1年是1年。这已经几年级了？这不就4年级了吗？再过2年结束了，就差不多了，童年就快过去了，小朋友啊，没事的啊，糊弄糊弄就过去了，好吧？然后接下来的内容别给孩子看了，我给你看一下，姐妹儿，你呀，我觉得你很棒，你能意识到你不想用家长的权威去逼迫他上学，你能意识到你也是想学的东西，不想让孩子去学那些没有用的东西，我觉得你很了不起。接下来我要跟你说的话可能有点震撼，朋友在听，你们在听的话，其他有孩子家长在听的话，一家之言，免责声明，没有代表，没有任何指导性意见，我只说我个人观察到的，我常年跟这些家长、跟这些做教育的朋友、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朋友的观察，我个人的理解，这位伟大的母亲，你已经很棒了，你可以做得更棒，就是什么呢？不要在乎他的成绩。其实你不在乎他的成绩，不就没有这个矛盾了吗？你不还是在乎他的成绩吗？你就现在就跟你女儿说，孩子，这个学呀，也看明白了，你也不爱上，妈也劝不了，咱就糊弄吧，随便上一上，随便考一考，妈养你啊！你最后能是啥样呢？你这么聪明，这么可爱的小宝贝儿，你一定能找到你喜欢的东西。你到时候找到了，妈妈全力支持你。现在不喜欢的东西就随便吧。敢说这个话吗？一家之言啊，一家之言。你心态这样放宽，你女儿会给你一个奇迹的。我是见到太多了，会给你一个奇迹，你突然会发现她真的很爱学习，然后学一些哇，你都觉得好了不起啊！这么小的朋友会这些东西，你给他可能性，给他机会。孩子的能量是你想象不到的啊！你不要要求他成绩，他会给你一个奇迹的，是吧？别人我都不敢说，你看我播了这么多，直播了这么长时间，我有时候也会遇到这种育儿问题，谈到我都不敢说，因为大部分家长接受不了。我看你啊，姐妹儿，我看你是个可造之才，我跟你多啰嗦2句，我感觉你有希望，我感觉你是个可造之才。大部分家长我不敢跟他们说，我跟他这么说，我真的我都害怕，不敢啊。别人都以为我是坏人，但我觉得你能听懂我在说什么，你就不要在乎他的成绩，不就完事儿了吗？你特别享受汲取知识的快乐、领悟的幸福，你女儿一定也会的，会享受汲取知识的快乐和领悟的幸福。她只是不爱考试嘛，她不喜欢追求那些，你不追求不就完了吗？然后你就多跟她分享知识，多带她接触自然，多带她长见识，没事就逛博物馆、看书，培养兴趣爱好。她总会遇到一个她也突然想汲取的知识，想要去领悟的幸福的，你一定观察得到，你一定看得到，我相信你，姐妹儿，是吧？然后你说啊，那孩子将来怎么办？说将来这个，哎呀，他这个将来那个没钱怎么办？找不到工作怎么办？你好好赚钱，养他啊！我就说的直接一点了，别想着孩子说你要是有这个焦虑，你就别想说孩子将来啊找不到工作怎么办？那你就好好赚，你养他，这不你的孩子吗？没事儿，我说的开玩笑，放心，大部分都不会走到那一步了。其实大部分小朋友，你真不让他学习。小朋友是大部分，你像你看啊，这都是去咨询过，老师也说没有任何心理问题。这种孩子都有很强的社交需求的，你真不让他去学校，他也受不了啊！别想的那么可怕，你最后你就会发现他会学习的。你不让他去学校，他受不了。
别想的那么可怕，没有那么可怕。小朋友很聪明的，小朋友有很强的社交需求，小朋友自己会找自己兴趣爱好，你就别给他那么大成绩压力就行了，慢慢会好的。我看你也是，是吧？天纵奇才的一位母亲，会好。见太多了，悲剧，我这悲剧看的太多了，我有时候忍住不说吧，确实大部分家长说你说站着不腰疼，是吧？说你说话站着不腰疼，你也没孩子，那孩子是我的，你说不让他没成家立就没成家立呢，你养他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复，对吧？我也就不敢说。我看这个姐们挺好，应该是个通情达理的，想的挺开的，别给孩子成家立就行了，没那么可怕。你希望他能产生自驱力，他会产生的，你要给他空间，给他土壤，是吧？老师留的作业多，你替他做。我小时候我妈就替我写作业，有什么的。老师留的作业多，说这么多作业怎么办？你替他写，不就完事了吗？就行了呀。考试说考0分，说我太厉害，宝贝儿，怎么考的？宝贝儿啊，小学哦，小学能考0分不容易的哦。吃个蛋糕庆祝一下，你试试看吧，别觉得小孩糊涂，小孩啥都知道，你这真给他放开了，小孩会慌的。你天天让他玩，哪有那么好玩啊？玩2天说啊，我在家，要不我上学吧，是吧？多培养培养，会好的。好吧，我不知道现在真的是，现在就是压力真的是有点太大了。我这小时候稀里糊涂，我这不也长大了吗？哎呀，没有那么那什么，别学坏，健康安全。别走上歪路，善良正直就行了，会好。但是小朋友也不像那个坏孩子，没啥问题，对吧？让他锻炼锻炼身体，实在不爱上学跑跑步呗。你看看喜不喜欢那个跑步啥的，运动运动，都是爱学习的。其实人天生他就是喜欢学习的，只是要学的东西你还不知道他要学啥，你多给他试试，发展天赋。然后大家这个姐们儿也好，然后现在在看直播的这8000多个朋友也好，你们走上社会这么长时间了，有没有发现其实越来越拼的是这个叫什么？天赋，说天赋也不合适。你哪怕走上社会，咱们就刚我说的是不功利的角度啊，我是说让这个孩子健康、安全、快乐就行了。咱们现在就说功利的角度，赚钱、找工作、竞争力。你有没有发现，现在在这个社会上，竞争力就是你的天赋？天赋也不说天赋吧，长板就是你小时候发展起来的那个东西，更加让你不费力啊。你要不是呢，你是这个就不是那个长板，不是你那个你特别擅长的那个东西。也能过，就有点累，有点疲惫。万一没有擅长的，哎，会干哪一行，到最后你会发现都可以。然后剩下确实就交给运气吧，嘻嘻哈哈，快乐，别那么焦虑，不要那么焦虑。将来孩子竞争环境一定是比我们现在要轻松的，这个能想通吗？我也不是说心灵鸡汤，我刚说的可能有点心灵鸡汤了，健康、快乐、安全、天赋什么的。我再跟你说点现实的，你们能不能想通，将来的孩子的竞争压力是比我们现在要小得多的，人少了，人会少很多，人将来都是稀缺资源，好吧？啊，就让孩子健健康康、安安全全的长到那个时候就行了，干点啥都行，没有那么大压力，别慌啊，慌是吧？而且我特别乐观，我对 AI 什么的我特别乐观，我觉得将来会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世界，我贼乐观，你不用慌，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，活到那个时候就行，你就好好活着嘛。我觉得将来世界会很美好的，不要害怕，不要那么可怕。他这有了之后只会让世界更美好。睡吧，你睡呗，好吧，乐观一点。我是个非常乐观的人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被人传说我特别死，真的是我一个这么喜欢买股票的人，为什么我是一个对未来充满信心的人？00后吃尽了时代的黑利，别这么想。80后也觉得自己可惨，别这么想，想想自己得到了什么，想想自己有多幸运，多想想自己幸运的地方，你会开心不少。与此同时，你还会越来越幸运。真的没事多想想自己。00后的朋友们，觉得自己特别不幸的，你生下来这个世界上就有一个东西叫电脑，你手里就有一个东西叫手机，你知道我多羡慕你们啊？你们用过一个东西叫小灵通吗？你们知道那种喜欢听一个歌，全世界都找不到的那种痛苦吗？你们知道那种想看一本书，走遍你生活的地方就是买不到的那种痛苦吗？很幸福，非常幸福。当然我们也很幸福，都很幸福，是吧？各有各的幸福，别老想自己那个痛苦。我不是说让你否定痛苦，它确实有，但你老想它有啥用啊？有啥用啊？你还不如好好活着呢。这个幸福你要学会去发现，你要学会去感受。你老是充满怨气呀、抱怨啊，觉得哪儿都不对，这手里有的，我觉得不行，怎么那些不给我？手里有的慢慢也就没了。但告诉我，非常有钱的人到底在追求什么？你关心这个？我是一个普通的人，我对物欲也没有太高的需求。小康
甚好，富裕更开心。你说对有钱人来说足够周游世界了，与人的关系既然能赚那么多钱，他们到底在追求什么呢？真是很好奇啊！买一本那个查理芒格的那个，这查理芒格在全球范围内都算很有钱的人啊，你看看这个，我也不懂，看看可能就懂。买一本那个查理芒格，看看查理芒格在追求啥，你大概能理解了。人和人追求不一样，老想这些是人的追求啊、钱啊，我还是强烈推荐听听佛学入门吧。佛学还真的可以解决你很多这方面的困扰，真是能让人得到很大的缓解安慰。可是我信奉科学啊，那你更应该听一听，你更应该听一听。我也相信科学，我也相信科学。那你知不知道很多科学家也信佛呢？而且这佛学跟佛教还是两回事儿。这佛学入门，你就当它是一个哲学就行了。科学不是用来信的，哎，说的很好。科学是一种方法论，是一种精神。佛学也可以是心理学，是这个深夜 emo，咱们读点这个不是特别 emo 的。但我有一个一直困扰很久的问题，就是我爸一直在家里抽烟，快30年烟龄的老烟民了，也不是说戒就能戒的。虽然在我们的劝说下，已经在厨房、阳台抽了，但是整个家里还是可以闻到超级浓的烟味，散都散不掉。主要还担心妈妈、我和姐姐一直吸二手烟，身体出问题，求一个解决办法。谢谢，你就跟他说你已经身体出问题了啊！你上网那个去那个哪儿找那个，哎，你随便吧，你现在去拍一个那个肺的那个 CT， 姐妹儿，拍一下也没害处，你该体检该体检时候你去拍一下，有问题没问题呢？你都说你有问题，拿回家就抱着这个 CT 那个片子，抱着自己的肺，流眼泪，然后你爸说怎么了，闺女？你说毛玻璃结节了，专业名词记一下。你说你这个肺上毛玻璃结节了，然后就说这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说不能再闻烟味了，再闻烟味就做手术，而且肺癌是那个绝症，治不了，吓唬他，好吧？全家就做个体检，然后吓唬他，就是不能闻烟味。还行啊，我觉得你爸能听劝了，已经知道去厨房，已经去阳台抽了，那其实接下来就是找一个地方抽，家里闻不到烟味不就行了吗？这厨房阳台可能能闻到，可能换一个，比如哪个卧室阳台可能就闻不到了，对不对？挑一挑，可能是这个风向通风的问题，找一个地方，你厨房阳台抽，你把这个窗户都什么的该关关该开开，主要就是个味道的问题嘛。他也不是那个不听劝的人，你看这又来这个问题，刚刚回答过了，但怎么接受孩子的平庸？今天孩子又考了70几分，70几分不知足，这都超出及格线10几分，每天晚上陪读2、3个小时，就这样的成绩，有点接受不了，真的内耗死了。也理解孩子，知道孩子累，但是面对屡教不改、没皮没脸的孩子，真的心累。刚说过好久了啊，刚说过很久了，不再啰嗦了。刚刚我跟那个妈妈说的话，这位妈妈听到的话，应该对你有所帮助了。你不愿意现在接受孩子的平庸，将来你可能就要接受孩子的疯狂、孩子的抑郁、孩子的离去，你能接受吗？孩子的平庸接受不了，孩子离去你能接受吗？我说残酷一点。接受不了吧，平庸就接受吧，平庸已经很难得了，还不满意。前两天我一哥们家女儿数学考个12分，给我发考个12分，哎呀，我说那咋办？我说我请你们吃个饭吧，开开心心送了他女儿一些礼物，小姑娘很高兴回去了。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高高兴兴完事儿了呗。怎么办？考12分，我说你喜欢啥？聊半天喜欢一些古生物化石啥的，我就买了一堆那种化石啊，就以前的一些矿物啊、化石那些东西送给他。我说你喜欢这个你就玩这个呗，数学算了，咱不适合，12分不适合。你看，挺高兴啊，现在天天看那些古生物的书，不挺好的吗？是吧？古生物那个单词，古生物学家那个英文单词他都会说了，我现在都不会说，挺好的吗？很可怕吗？大家天天看那么多新闻，这可怕吗？真的，这真的健康，健康安全的成长就已经很难很难，考个70几分很可怕吗？挺好的。我和前男友23岁在一起，一共超过了7年的时间。我们都在欧洲，但是因为学业工作一直异国，关系总体来说一直很好，当然也有过争吵，但是大部分方面都很配。20多的年纪，我们一直在一起，从我读书到毕业到工作到换工作，他好像已经变成了我的一部分，塑造了现在的我。本来一直忍受着异地，是奔着一个两个人都最终能生活在一起的一个目标在奋斗啊。但是呢，他在博士毕业前夕，他放弃了博士工作，他放弃的方式是直接不去上班了。有超过3个月的时间，他都跟我说去上班，其实一直没去。我后来从他同事那里得知这件事，因为人联系不上他，学校决定终止他的合同。
我一开始以为是个玩笑，后来意识到他一直都在骗我，很冲击，很震惊。我去找他，发现他的学术理想非常纯粹，他做不了毕设，因为不愿意写下他自己不相信的理论。哇，好帅啊！哇，好浪漫，爱上了。对不起啊，姐妹，你这个男朋友我看上了，好帅啊！因为不愿意写下他自己不相信的理论，我劝他临门一脚，拿到博士学位再做别的事情也不迟。他说他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不告诉我，因为他知道我会怎么劝他，而他又不得不考虑我的意见，可是他就是不想做。好喜欢，好喜欢，我就喜欢这样的人。总之这件事情发生以后一直没有进展，没和他的学校方面有实质性的交流，也没回国，也没找到工作，因为签证也不能来找我。我是一个对自己很苛刻的人，因为我们的亲密关系，我待他如待己，也苛刻，所以这件事情让我非常焦虑难受，也没有进展，我就更焦虑。最后我跟他分手了，挺好挺好，分得好。联系方式发给我吧。从事情发生到现在已经2年了，他还是一样的情况。其实分手这件事情有很多原因，有我对他不提前跟我商量的失望，有他这么长时间解决不了他自己造成的困境的失望，不是他造成的吗？有没有可能是世界给他造成了一个困境？我觉得这哥们用自己的方式离开了这个困境，挺帅的，挺好，这样的人不多了，挺好，很欣赏。也有自己羞于启齿的原因，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们应该会结婚，但他是我第一段长期恋爱的关系，我一直觉得如果这辈子就只有他一个男人，会不会很可惜？另一个是我从小家境一般，父母一直过得很节俭，对我的心态和习惯有很大的影响，我不想再过小时候一直到自己工作前那种紧巴巴的日子，所以我不能接受我的另一半收入比我差很多或者没有工作啊，没问题啊，你这2个心理都很正常，姐妹，就比较现实嘛，挺好的，你这也没啥问题，现实点挺好，只是你俩不太合适，他挺理想主义，挺有原则，你稍微现实点。这没啥错的，这分手挺好的，你俩就分手挺好，你别想了啊！后面怎么还有这么多？这1年我也接触一些其他男生，哎，也接触不到多少，可能海外圈子少啊，而且我也觉得这些男的都不行，不是看外表就是不是我的菜，就是要么就是只想和我玩玩，就是很幼稚，没有人像他那样对我好，对我那样真挚，他可能不光是对你那样真挚。这个男孩子听起来是一个对这个世界就很真挚的一个人，我要去找他吗？试试呗，找试试呗。现在的我养他是养得起的，你觉得他会接受吗？姐妹儿，不会接受的，你别老自己在那琢磨了。现在的我是养他是养得起的，实际点说，我真的没有碰到比他更好的人，我也有很重的年龄焦虑。今年32岁，我妈每周打电话催婚，是的，对象还没有，已经直接开始催婚了。我不知道我是继续渺无希望的等待能接触到更好的男生，还是回去找他。想知道蛋怎么看？我当然认为你可以回去找他。我只是你也别抱太大希望，不一定你俩还能在一起，也不知道他现在什么生活状态，你可以去找一下试试看，然后你妈每周打电话催婚这个事儿呢，咱们这个国外，咱们就是说国外的这个移动通讯就是信号永远都那么好吗，姐妹？咱们就是说国外这个移动通讯，你有时候能不能说信号不好啊？这么喜欢接电话吗？打电话不贵吗？别老接这个电话不就行了吗？别老接这个电话，你可能你也会发现你这个年龄没有那么焦虑。还好吧，32，你这看起来也像是要定居在国外的人，还好吧，32。你最后这句话问题比较大啊，姐妹，我不知道我是继续渺无希望的等待接触更好的男生，还是回去找他。咱们就是说没有别的事儿了吗？非得等这个男的？咱们我看看你现在挣的都能养另一个人了，就是说明挣的也不少。咱们这个世界上这种成就感不能让你有一点快乐吗？不能让你有点自信吗？非得等一个男的吗？姐妹，我夸完你男朋友，我再跟你说2句，你男朋友再好，那也是他好，你能不能过得好一点？你那个前男友也不一定是你男朋友。这联系方式我也快加上，开玩笑啊，姐妹，跟你开玩笑。我觉得你可以回去找他试试看，但是别老觉得非得是他不可，或者非得等一个男的，自己过不行吗？你看你自己不都明明说过吗？我一直觉得，如果我这辈子只有他一个男人，会不会很可惜？现在好了，现在你自由了，你赶紧把你这个遗憾弥补一下，姐妹。这咋又这么着急要结婚呢？你现在一结婚，你不还会陷入这种心理吗？只有一个男的会不会可惜？你这种心理很正常啊，这很多人都会有的心理，很正常。既然有，你就先去，对吧？多接触多认识点人，赶紧弥补遗憾，是吧？这很正常，没啥，找自己想干的事儿，挣钱。我看你呢，
你现在你也依据不了自己的工作，依据不了自己的事业。从你这种对自己特别狠，然后又对自己男朋友亲密关系给的人也很苛刻这种角度来看呢，我怀疑你现在做的工作也只是为了钱，对吧？钱的压力从小给你这种负担。既然咱都能挣点钱，多挣点钱，然后试着问问自己究竟喜欢什么，看看自己喜欢什么，再去感受一下。向你男朋友不是向你前男友学习，你前男友真的是一个很欣赏，真的很欣赏，不愿意写下自己不相信的理论，做不了毕设，哇，真是帅到我了，太帅了！你向他学习学习，你看看你能不能找到自己这种喜欢的东西，原则不愿意放弃的，对不对？总想着就为这个活为那个活的，看看能不能试着为自己活一活，少接点你妈电话，试一试能不能为自己活一活，有机会的。因为我觉得你能跟这么你感受到那种追求自由、追求自己爱好、追求理想的人是个什么样的，你只可能是有点害怕自己不敢。现在咱弄点积蓄，咱也去追求呀，好不好？咱让这个生活快乐起来。我还不睡呢，我再玩会儿，挺高兴嘛。晚上吃这个宁波的海鲜菜，吃的太鲜了，太好吃。今天本来开播就是跟大家闲聊闲聊，开开心心的，快快乐乐的啊！但我一边生孩子一边看你直播，现在到哪个阶段了，姐妹儿？现在到哪个阶段了？现在哪个阶段了？我的天啊！这孩子就这么生在我们小卖部了？这孩子刚刚那个姐妹儿也是一个在海外的，你肯定应该能看到，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，是追求一下自己的生活会好的。但我今天非常的伤心，蛋哥，我的 crush 让我去他家找他，我问他去他家干嘛，他说看看他的猫咪。我突然觉得这一幕好戏剧。我问他你家小猫会后空翻吗？他说嘻嘻嘻，你来了就知道了。我拒绝了他，这怎么能拒绝呢？万一真会呢？万一真会呢？拍下来给我们也看看。哎呀，多可惜！万一真会后，很伤心是吧？伤心吧，没去就没去了，挺好的，这也很正常啊，这也很正常，也不要太伤心，这也是经常会发生的事情了。其实，也很有可能他家也没有猫咪啊，没什么，慢慢就习惯，以后就少理他就完事儿啊。生孩子姐妹啊，我看见了，我的天，加油，母子平安啊！希望你的孩子健康、快乐、善良、正直的长大。来自一个30+屡次参与三角恋被踢出局的惨姐投稿，真是没地方倾诉啊，也不希望有人给我答案。哎，就是来小卖部碰碰运气吧。是这样的，本人是个白羊座大 E 女，大 E 啊，非常喜欢社交。平时的多巴胺都靠社交获得，还特别喜欢把身边的朋友都凑在一起，就喜欢热闹。不知不觉呢，就凑了很多的3人小组，都是我给两凑起来的。加上去年怀孕生娃，社交时间变少，但是每天也会在群里叽叽喳喳。慢慢的，越来越发现他们都开始两约，朋友圈互动频繁。当然，我说自己怀孕了没空，也不过是个安慰剂。现在想想，很多个朋友早就有个迹象。我还是挺内耗的人，觉得很受伤，不明白30岁了怎么还会上演这种戏码，还不是1、2个。之前还有很多时候双方单独和我发牢骚，另一个怎么样，我都当合适了。现在想想我还挺多余操心，我没看懂什么戏码，你也没参与三角恋啊，你这不就是和那个啊，你这不就是那个叫什么月老吗？什么的，你不就红娘月老吗？这什么这跟三角恋不是一回事啊？你说啥呢？我是一个特别有计划、有规划的人，脾气还大，每次组局不遗余力给大家找吃的玩的，希望每个人尽兴。也不是一言堂，会听取别人的意见，但是大家基本的纠纷纠结，我都会更多去做决定，可能也没太多照顾大家的感受。但我真的很掏心掏肺的和大家相处的朋友，屡次出现这种情况，什么情况？不就是啥情况呀？就是你拉群的人家谈上恋爱了，这啥情况？对不起你了，有什么情况？没看出有什么情况，你不应该高兴吗？可能难听的话从来不会到自己面前。其实我和我老公关系很好，但我就是需要朋友陪伴。生了娃之后好像更没有朋友了，他们都没有孩子，基本都没孩子。现在很内耗，脑子乱哄哄，就是一些碎碎念，像一个漂流瓶，让烦恼随着发送键一起送走。希望你的烦恼已经随着发送键送走了。你这个烦恼我真是看不懂。他的意思就是凑了很多3人的小群，本来就是3个人一起玩耍挺开心，后来那俩人谈上恋爱，慢慢不跟他聊天了，他就痛苦。说这种情况发生的多了，他就痛苦。这怎么会痛苦？你把孤男寡女拉到一个群里的时候，你是怎么想的？你本来是希望说这个男的和这个女的还有我们3个很稳定，
你怎么想的呢？都是女生，不是三角恋。他在开头说来自一个30加屡次参与三角恋被踢出局的投稿。他说的是三角恋啊，他意思三角恋说的也是都是女孩子闺蜜，是这意思吗？就三角恋也可以这么用吗？我真没看懂，那是一个形容啊，友情三角恋啊，行，那我再看看啊，行吧，那你们来吧，女孩子的友谊来吧，那应该是我错了，那我理解错了。他这个三角恋让我确实有点先入为主了，你们来说说吧，怎么办？这怎么办？他该怎么办？很正常，对呀，我觉得很正常，没办法，别应激，对呀，找别人玩不就行？对呀，找点别人，对呀，你们说的真好，都不愧是对吧？常年在我们小卖部，尤其是熬到这个1点多以后的，这都是在我们小卖部已经都，你看这说的话都很熟悉，很正常，就这样，这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，对吧？这是一种非常正常的社会现象啊，这有什么？不很正常吗？这种情况出现多了又怎么样呢？再多交点新朋友呗，反正你也是白羊座大义女，喜欢交社交，再继续，可能你该交点新朋友了啊，妈妈这种，马上你就会认识到一些妈妈朋友了，可能更有的聊。他们我善意猜测吧，就是跟你有点没有共同话题了，他们都没有娃，你有娃。我善意猜测吧，你找点那个有娃的、有共同话题的，等你稍微这个娃呀再大一大，就是你的注意力也不是在那么多在这个娃身上的时候，可能这些朋友也就又回来了。这我也见过，就是刚生完孩子，确实有些姐们吧，她就是所有的重心注意力，她就是都是这个。我们身边的人确实也不知道该聊啥，哎，过个1-2年，慢慢，哎，这朋友，哎，消失了2年的朋友怎么又合上了？哎，你好，欢迎回来。不要组局1对1玩，对，这也可以。为什么这么晚不睡觉？我呢，多年以前啊，就是在这个大概是2年前吧，2年前的时候呢，在欧洲就是旅居啊，在欧洲旅居的时候呢，碰到一个伯爵，就是咬了我一口，从此以后就不太爱睡觉，行吗？可以吗？这个答案满意吗？我后来发育的不太好，你看这就长出1颗来，这个最后我看那个被咬过的都2颗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可能是及时的打个疫苗啊，打个那个狂犬疫苗，就长出1颗来。后来就落下个病根，就不太爱睡觉，别的都很正常，行吗？我不天天都这么晚吗？这我都不知道该咋回，我不天天都这么晚吗？为什么进入工作之后找到亲密关系这么难？为什么？我已经没有表达真实自我的能力和勇气了。我有过6段感情经历，目前也不缺选择，但是我越来越缺乏相信的勇气了。很正常，很多人都是这样，这个需要修炼一下，慢慢会回来的。我总是戴着面具面对生命中的过客。面具这个词啊，不知道你们看我小卖部直播还是平时生活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，喜欢在生活中说戴着面具，就是喜欢用面具这个词的人，普遍都比较幼稚，幼稚不是一个没有负面否定你的意思啊，就是还可以再长大一点，就处在这个比较幼稚的阶段，慢慢成熟起来就好。特别喜欢说我戴着面具生活，面具这面具长面具短的，其实这个面具啊他也没戴明白。大部分喜欢一聊天就说，哎呀我好累呀，面对现实世界我要戴着厚厚的面具生活，这些人啊，我一眼看上去啊，我感觉这没一个人面具戴的好的，一眼就知道是个啥人。就喜欢聊这些的人，这根本就没有戴好面具，就比较幼稚，比较幼稚，好吧？不要这么想问题。我总是戴着面具面对生活中的过客，哎呀，过客，这次更点，过客的出来，面具过客，哎，我不相信世界上会有人全盘接受我的内在、外在、人格、底色。我有的时候在想，是不是他们都没有给我这样的机会表达自己？表达自己需要别人给你机会吗？敢想你就来。处处是舞台呀，没有让我感觉珍惜给人者，所以我一直非常渴求良好的亲密关系。可是我现在没有信心了，但我咋整？哥、叔叔、爹、娘、奶、爷爷，怎么给我发了又卡住了？是不是在提示我今天差不多了？我真正感受过真正的爱带给人的滋养，我是爱的受益者，所以我一直非常渴求良好的关系。可是这2年过得越来越没有信心了，家人们咋整？没啥咋整，就是别老想这个什么过客，别老想这些词，什么，别老想这些，别老这么想，能理解，就是有一点幻灭，有一点说，哎，这世界怎么这样呀？每个人都戴着面具，大家都是匆匆的过客，没有谁又真的关心谁，大家都是逢场作戏，都是假的，人和人已经没有真心，没有爱，没有信任，没有真诚，每个人都是互相的利用，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的。
你这么想吧，这个社会就是这样。你只要睁开你的眼睛，你别这么想，你看一看这个社会在发生什么，这个社会怎么会是这样的？怎么可能呢？一个社会要是一直是这样，这个社会是怎么发展的？你面前的这个智能手机是怎么出现的？这个叫做小红书的平台是怎么创业的？大家能不能看一下这个世界真的在发生什么？这社会怎么可能呢？大家冷静一点，你别这么想问题，你就会发现世界是很美好的，慢慢就好。需要时间。又卡，真的假的？蛋总，我好难过。我最近在某新能源车企实习，碰到了一个奇怪领导，你说我该不该跑呀？我给你简单说一下情况，行吗？行。一，他态度很差，新官上任，每天和其他部门吵架，告诉我们不是他干掉别人，就是别人干掉他。二，他老是偷看我们电脑，但是我们实习生统一电脑密码里有 impossible 这个单词，他不会拼。三，和我们说，在招聘时不要用文字辱骂候选人，要打电话骂，不要留下证据。四，喜欢吹牛，当着我们面打视频电话，用叫喊的声音吹嘘自己非常厉害，说自己管着6个省。五，有时候转化矛盾，自己受到投诉，把压力转嫁给我们实习生，说我们整个部门被投诉，这我们问了其他部门才知道。六，他嘴里常年有有股腐烂的味道。五，买个这个 U-Smile 的电动牙刷送给他，摔他脸上。七，喜欢当着我们面和女上司娇滴滴的说话，看上司的短裙。八，抢我们的功劳，把其他人做出来的成果视作自己的，向领导夸耀。九，喜欢告状，让我们保留与其他部门同事的聊天记录，截图发给他留作证据。他这个班上的战斗感这么强，挺忙啊！你这小领导，你这小领导工作能力不知道，这工作强度是真挺大，精力无限，这么忙到吗？因为我是第一次上班，快毕业了，对职场也挺失望的。这是职场的常态吗？不是。虽然不期待能有人情味，但我就干了几天，就看见这么多，属实有点害怕。你说我要不要跑？未必啊。你留下来的话，你可能也未必就是在这个部门，你试试能不能调到别的部门啊？看看你喜不喜欢你面前的工作，你少关注你这个领导，也是挺极致啊，这领导，好吧？我劝你就少关注他，多关注自己的工作。如果能这个转正啊什么的，调部门什么的，真挺离谱。调部门挺好。但我和前男友谈了7年，经常异地，去年又去外省工作，后面由于经常吵架就分手了。分手以后也冲动重新好了一个。这个新的男朋友对我特别好，特别照顾我，但是工作不太好，而且不太上进。前男友呢又是大男子主义，有点强势，所以他不怎么照顾我。因为前男友谈了7年，感情更深吧。哎呀，只是如果要和前男友在一起，可能就得辞职去另一个城市重新开始。和现在这个继续，可能以后生活上压力比较大，经济方面比较恼火。现在前男友天天回来找我复合，我的心也蠢蠢欲动。我不知道选择对我好、工作一般这个，还是工作好对我一般这个，求蛋总指点，有多好啊？你前男友工作有多好？你前男友工作也没多好，在我看来就是你前男友是工作一般，对你特别一般。你现在这个男朋友呢，就对你好一般，能有多好？不会差出太多的，差出太多你就不会选了，姐妹儿。你这个前男友和你现男友如果经济条件或者工作差出特别多的话，你就不会在这这么选了，就没差多少，没差多少，不知道怎么选，喜欢哪个选哪个，怎么选？你让我选我就这么选，喜欢哪个选哪个，都不喜欢就都别选，非得选，不选也可以，都喜欢不存在啊。你显然不是都喜欢，我感觉你是都不喜欢，我感觉你都不喜欢，处于一个叫备选的状态。你其实真正的是被谁选，对吧？处在一个被选的状态，你还是好呗，差不多吧。今天可以了，今天挺晚的，我还那个什么，我躺床上再看会儿别人的直播，还有一些别的直播需要看一下，了解一下同行都在干啥，很认真学习。自己播完还要看别人，还要学习，同行都在睡觉。我看一些打游戏的直播，我这个点儿很多就只有打游戏的朋友在播吧，你们未必爱看。但有一些打游戏的朋友说话特别幽默，我特别爱看，喜欢看一些打游戏的直播。这个点还有一些特别就是比较怪里怪气的。今天快乐的时光，今天没学够，明天还得接着学。但是我这儿卖书为什么没有我自己的书？为什么没有后场？为什么没有？我好震惊，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我的书不全呢？为什么我在这卖书，我的书不好吧？下次上一下。下次见了。我的身体里现在就是说，就是我这个抚摸着自己的这个血液，我感觉这个酒精含量确实是有点太低了。
明天肯定是需要引用一下。咱们让一切发生的突然一点，让一切发生的突然一点。晚安，今天就这个吧。读书，今天不读啊，今天那个书都没带着，哎，电子书也懒得翻了。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特别喜欢的台词，忘了。雅各布与雷弹头，雅各比与雷弹头，一个话剧。我今天说什么的来着？我随口把这句台词说了一下，我忘了。我今天刚直播的时候我说过，但我忘了我说什么的时候把这句台词说了一下。这句台词我特别喜欢。我当时在乌镇看这个戏，看到这个台词，我真的是觉得写的太好了。对你的所作所为，我通通收回，写的太好。显然是不可能的啊，对别人所作所为是收不回，但是说一下感觉还是挺好的。晚安了，下次见。